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我是以威。前面我们聊了这么多通信的基本技术，那你会不会好奇未来可能会有哪些更新颖的技术正要发生呢？我们这集就整理了3个突破创意极限的技术，分别是突破能源限制、传输率极限以及区域限制。像是如果你手机没有电，但还能借力使力把想要传输的讯息反射出去，或是 Li-Fi 利用可见光在你的肉眼还没察觉出来下极大量的传输资讯，或是根本不做通讯的基础建设，直接放颗气球来到无人之地传输讯息。这3个技术虽然目前离商用都还有点距离，但通信日新月异，说不定到了你手上的时候，就是你来实现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那种老派推理小说，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桥段：下午，耀眼太阳将整座城市撒上一层金粉。坐在窗边发呆的某人 ABC， 他忽然注意到几条街外的阁楼窗口有一道光芒规律地闪烁着，不寻常的规律性令他起疑。他数着明暗变化，短短短，长长长，短短短，刚好是摩斯密码的 SOS。拿起手边望远镜一看，镜头里出现一位年轻女孩用镜子反射阳光向外界发送求救讯号。那这段我杜撰的推理小说里面有2种经典通信技术的影子：摩斯密码还有贝尔的光电话。光电话的特色是利用太阳光来传递资料，但因为太容易受到天气等等影响，后来就被无线电通信给取代了。但很有趣的是，随着无线电通信越来越普及，就有人想到，如果推理小说里的女孩能用镜子来求救，贝尔能用镜面薄膜折射太阳光通信，那或许我们也能靠反射、折射如今无所不在的电磁波，不需要自己产生电磁波就能传递讯息呢？在2013年就有这么一篇学术研究成果，提出环境电波反射通信 （Ambient Backscatter Communication） 的概念，并且实证了可行性。从刚刚的比喻你可能会觉得很容易，但其实环境电波的反射非常困难。好比说环境电磁波相当杂乱随机，接收端该如何从混乱的环境电磁波中察觉反射和吸收的变化呢？以刚才故事场景比喻大概就是从户外换到夜店，女孩用化妆镜试图反射舞池里快速闪烁的灯光，灯光不强又很混乱，周遭还有其他很多的光线，该怎么样反射？一种简单的做法就是镜子举久一点，让反射的明暗变化慢一点，再去计算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明暗变化，借由平均来抵消快速变化的舞池灯光影响。比方说，这张图是电视塔的电磁波信号，第2张是电视塔的电磁波信号加上环境电磁波的反射通信，2张看起来几乎相同，也几乎都没有什么规律。但如果你将第2张图里每一段时间内的电磁波讯号平均，就会看到这张图很明显的看见电磁波信号有高低之分，对应的就是0跟1。那这种透过平均来降低杂讯、降低干扰的技术在电机领域里面很常见。因为杂讯通常频率比较高，震荡比较快，真正的资料是有趋势的，变化的比较慢。因为像是股票每天起起伏伏，但如果你拉长到1个月、1年来看，就看出说哪些企业还是经营的比较好，股价的整体趋势是上涨的。无线通信的信号无法拉长来看，那就用平均，直接把短期的高低震荡都给抵消掉。再回到环境电波反射通信，现在我想请大家想象你是一位通信工程师，听完这样技术，你会觉得它是怎样的应用情境呢？长距离还是短距离？高传输速率还是低传输速率呢？答案应该很清楚，它的传输速率一定不会太高，传输的距离也不会太远。这2点都不是它的强项，它真正厉害的是不用发射电磁波就能传输信号，所以很节能。而且因为没有发射电磁波，也就不需要去授权使用特定的频段。当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耗费几十亿买频段他们就偷偷的用他们漏出来的无线电磁波来反射自己要的讯号，所以它可能就会比较适用于一些没有固定电源、传输需求不太大的设备，比方说无线感应网络那种需要撒大量感应器的，有些场景或许就适合。不过这项技术目前都还在学术研究的阶段，要看到大量的商业应用，或许就要等正在荧幕前的你来投入啦。接下来介绍的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光电化后代，日前被标准化的 802.11bb， 或是我们称为 Li-Fi 的技术。它运用 LED 进行短距离高速率的传输，有多高呢？大概200多 Gigabits per second。现在的 WiFi 7最快也不到50 Gigabits per second， 所以 Li-Fi 的传输速率是真的很高。
Li-Fi 的原理基本上跟坏掉灯泡很像。你有看过坏掉灯泡吗？它就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那样子。那坏掉灯泡亮暗是随机，但 Li-Fi 的亮暗则是根据资料而变化。当它传的是0 ，LED 灯就会暗；传输1 ，LED 灯就会亮。它跟烽火台其实一样的概念，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烽火台3.0，发光体缩小非常非常多。那你可能会想说，等等，可这样 LED 灯闪来闪去，房间里的人看不会很不舒服吗？这其实是个数学问题。你可以算算看，就算是1 megabits per second， 1秒传100万个位元，你的 LED 灯也得1秒闪100万次哦。人的眼睛完全跟不上闪烁速度，所以你不会察觉到那个变化。实际上Li-Fi 的技术复杂更多，所以你不能直接把 Li-Fi 速率换算成闪几次。我们这边是会让大家有感觉，才大概做的一些简化说明。那对 Li-Fi 有了初步了解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有很多优点。首先，前面讲环境电波反射通信不需要自己发射电磁波。那 Li-Fi 虽然需要 LED 发光，但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看作是搭顺风车，因为很多环境本来就需要开灯啊，你念书要开灯，教室里要开灯，捷运里需要开灯，基本上现代室内只要有人在，几乎都会开灯。那 Li-Fi 就在我们日常使用灯光的同时，顺便进行资料传输，不需要花费额外的传输能量。当然了，资料的编码、解码、信号处理都还是需要能量，不是完全免费的。其次 ，Li-Fi 跟无线电波在不同的频段彼此不会干扰，所以有些禁止使用无线电波的环境，例如医院或是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 ，Li-Fi 不受影响，可以继续使用。那这个也同时带出第3个对电信商来说更重要的优点，就不用花大钱去买频谱。第4个优点比较不容易被想到，就是安全性。资讯安全是现在非常重要的议题，那 Wi-Fi 也常常会被诟病有一些资安问题。再来看 Li-Fi， 因为它的频率很高，所以传输距离短，基本上就是看得到光的地方才能收到信号，所以你不用担心隔墙有耳，或是像邻居可以偷用你家的 Wi-Fi， 这种事情在 Li-Fi 都不会发生。到这边都只说好处不说坏处，我们没有收 Li-Fi 的公司或 LED 厂商业配而且我相信，如果你一直都有看通信系列的影片，你应该自己也可以想到说，任何特质都是一体两面，有好有坏，端看工程师怎么样去使用，怎么样去发挥。就像前面我们说的，频率低一点可以实现长距离的通信，但反而太多人长距离通信很干扰。同样道理 ，Li-Fi 虽然听起来很安全，但反过来说就是传输距离很短。如果一间学校要导入 Li-Fi， 每间教室的灯光设备都要汰换。再来，我们前面说有灯就可以传资料，那你可以反过来，如果你想要半夜关灯滑手机 ，Li-Fi 可能就不一定是个好选项。上面这些讨论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对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兴趣，那可以多养成像这样的批判性思考。看到有人说，这个多好多好，就要想想看说，真的有这么好吗？会不会其实在某些情境下，优点反而变成缺点？反过来说，当大家觉得这样技术落伍啦，太多缺点不能用啊，就要想想看说，真的有这么烂吗？会不会是应用场景错误，或者是可以拿来做些什么事情？不是说要刻意跟所有人唱反调，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培养独立思考，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面向，而创意发明就会躲在这里跟你挥挥手。刚才讲的环境电波反射通信虽然也已经发展快10年，但相对还是萌芽新技术。Li-Fi 则可以算是已经差不多要商业化成熟技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通信，则是很遗憾暂时被停止的技术。这个是世界级大企业 Google 的通信挑战，计划名称为 Project Loom 气球通信。那今年初大家应该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中国的高空气球飞入美国国境，然后被发现说气球上面有电子设备，就被怀疑是不是间谍气球，后来被美军击落。从这个新闻可以知道，高空气球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大范围的进行观测。那既然可以观测，就也能传输与接收资料。Google 在2011年启动的 Project Loom 就是这样概念。他们想说，很多区域因为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很难上网，就造成一种数位落差。你可能觉得说，有这么难吗？但不要说是世界其他地方了，台湾某些偏远的地区网络就也没那么方便。因为虽然有无线通信，可是还需要基地台，基地台就需要电、有线网络来连接。那 Google Loom 就是个很有趣的切入。他们想说，我找一颗气球，地表用户把讯号打到我的气球上，气球再找到地表的基地台，就能够让偏远地方的人都能够上网。那当然，Google 做这件事情最终是要回归到商业价值，越多人上网 ，Google 的广告业务就越蓬勃发展。但我觉得这样技术还是蛮有公益意义的，因为它能弭平数位落差。从2011年开始 ，Project Loom 一度发展蛮好的，
不仅实现地表到气球通信，气球跟气球之间也有雷射通信。他们还发展了控制高空气球移动的演算法，让气球可以动态调整位置，进而就能减少所需要的气球数量。那这个技术有没有竞争对手？你可以想想看，哪一间公司也很希望越多人上网越好的没错 ，Facebook 也有推出类似的概念，不过他们用的是无人机当作空中的传输中继站。那不管是无人机或是气球，这样建立的高空平台，其实就有类似大气层里的卫星通信技术。后来也都陆续被暂停，原因有2个，一个是 Google 发现那些偏远地区的上网比例随着时间增加的还蛮快的，如果真的不能上网，关键可能不是没有基础建设，而是当地的居民太穷，无法负担自己的设备。另一个呢，就是卫星通信也逐渐成熟，特别是低轨道卫星，而它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以上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几种有趣的通信技术。我个人觉得，虽然气球或无人机通信现在比较沉寂，但不代表它就会从此退出通信的舞台。有可能还是有一群锲而不舍的工程师在继续改良，或者是发现某个特殊的应用。毕竟 ，there is no single solution that fits all， 没有一个答案能够适用所有的问题。高空通信可能是存在一个还没有被找到的应用场景。随便打个比方，假设外星人打来把我们的卫星都打烂，我们就可以赶快释放气球。或者是你有想到的话，也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书感实验室，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